好，回到节目呢，以色列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他们无视于这个国际的谴责，哈，继续在加萨地区发动他们的相关军事行动，甚至先前也看到他们攻击了卡达的首都。那当然呢，这也引发了阿拉伯世界的怒火，哈。那在卡达，其实我们都知道，美国有中东，在卡达是一个最大的军事基地，哈。那结果呢，卡达也被攻击，哈。当然，这也使得阿拉伯世界呢，现在也在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团结在一起哈？沙烏地阿拉伯跟巴基斯坦在先前啊，也就是最近这阵子呢，签下了一个战略共同防御的协议，也就是说，声明只要一方遭到攻击，等同对另一方宣战。而巴基斯坦的国防部长更进一步暗示说，巴基斯坦的核保护伞会涵盖沙烏地阿拉伯。如今呢，不只是卡达，就连阿联酋也表态说想要加入这个协议啊。更多的阿拉伯国家是不是有可能来加入这个所谓的四国联盟，甚至中东版的北约呢？好，那两个问题：第一个，会有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参与吗？丙又怎么看？第二个，就算他们这个联盟成立了，对于以色列会产生什么威慑效果吗？其实，如果大家对这个地缘上有一些理解的话，其实巴基斯坦跟沙烏地阿拉伯隔蛮远的，所以它怎么去形成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中国在背后的因素应该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下来，就是由于以色列的因素，让中东很多国家可能各自在以色列问题上对美国有所不满。但是这个并不是第一次，也就是整个中东的问题，从1960年代、70年代，二战之后一直都是如此哈。那这些中东国家很难去形成一个大同盟。当然，以色列在历次几次战争都表现出它更团结的一面。那当然，中东国家彼此之间的这种利益上的矛盾，也让他们没办法去真正统合起来，成为一个类似阿拉伯世界国家的这种。现在为止，大概就 OEDC 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形态。但在政治上很难去有一个共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次的一个很特别的契机，就是说，你看根本就没有领土相接的两个国家，为什么会去形成一个军事协议？它的核心的利益其实看起来是不太一致。如果说你要把它放在更大框架去看的话，那就是可能它基于整个对美国的不信任的这些国家，开始慢慢去透过这种方式去集结起来。那甚至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些国家里面，只有巴基斯坦有核武器。是不是未来整个在整个这个区域的稳定的情况之下，哈，那是由巴基斯坦提供一个核保护伞，而不再也有嘛？所以以色列也有对，因为过去是这样子平衡。那当然，在更大的一个局势之下，是美国在提供这个所谓的核保护伞，也就是说，在我之下啊，你们都不要再去打这个主意。那所以以色列当然保有的量非常非常非常少，那其实就这个数量来看，刚好跟巴基斯坦可能是差不多的等级之下，我觉得它是一个开端。它这个开端能不能延续成说，接下来是扩大成几个国家联合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常常在看，就是所谓的政治上的协议跟军事上的协议，它是一个层级一个协议，到最后其实才是军事上的能够达到协议。那等于是你的整个区域的国家利益都趋于一致了。可是我觉得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迹象。现在大家对以色列有很多的情绪，没有错。可是你能不能说，因为我对他的不满，到能够说我整个统合阿拉伯世界国家所有的政治利益都能够一致，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了。所以我并没有那么乐观说，一定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发展。你特别提到说，背后也可能有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影子哈。那但这是一个中东的新的安全架构，目前正在重组，或者说我们说它在形成当中哈。对。那特别提到说，安全架构当然跟军武就会有关联哈。这个巴基斯坦我们都知道，主要的军事武器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那现在呢，包括沙烏地阿拉伯跟巴基斯坦结盟哈。当然，在军武上，大家现在也在看会不会大幅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武器呢就会减少跟美国来买，反而是转而采购中国大陆制的武器啊。这也表示说呢，现在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安全架构呢，沙烏地阿拉伯有资金，巴基斯坦提供核保护，再加上中国大陆制的军武，建筑成这个新的安全框架。所以美国智库也提出警告说呢，要小心啊，中东的安全架构重组之后，美国的影响力恐怕正在被边缘化。好，所以谈到了军武的部分，因为这次卡达被攻击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聊到20多个雷达站竟然没有任何的一些迹象，你是故意的呢，还是真的没发现？好，那所以大使您怎么看到这个军武交易背后的大国角力？其实这个并不是中国大陆跟美国角力之下变的，而是说长期依赖美国这个武器系统啊。以获取国家安全的大部分中东国家，现在对美制武器失去信心，或是产生怀疑。失去信心的原因就是这次这个
这个卡达被攻击的时候，它的整个现代化的防空体系几乎完全停摆，那就会怀疑到美式的武器是不是在关键的时候不听他们自己本身的使唤，或者会突然失灵对，这个是一个很多人都这样看法，所以就变成他们就会立刻因为对美制武器的信心的丧失他想要去另外一个武器系统去去加强他的防卫的安全的信心所以这一次沙特跟这个我觉得巴基斯坦会签下立刻成为这个军事同盟我想基本上有2个原因我看了很多的报道分析上，第一个这个巴基斯坦它是有核武的国家，所以这个是一个核子保护伞的问题。那第二个就变成就是说，其实巴基斯坦的这个军事不只是它的装备它的人员的战斗力跟它的这个实战能力是很强的，而且巴基斯坦国内拥有的这些装备有美式武器，也有中国大陆的武器，甚至还有一点点俄式的武器所以他们的这些武器它的飞行员，他的这些现代武器的这些人员相当的训练算是不错，再加上这次跟印度打这一仗以后他们事实上等于说声势更高。那他们过去他们就已经在输出一些他们的军事人员做佣兵，在这个沙烏地这些国家里面就已经在操纵了，所以呢，它是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是它本来就有的。那另外，沙烏地阿拉伯这个国家事实上它越有钱，它越没有安全感，它需要强大的军力的保护，而且要有外交上的盟友。其实它最大的外交盟友是美国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中东的局势现在转变成卡达也是美国的盟友，结果他的武器不管用，所以其实沙烏地事实上是希望增加自己的这个防卫安全处。那中国大陆绝对是一个选择。中国大陆当时会跟我们断交，不是沙特跟我们断交的很大一个原因，当时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就是沙特很希望得到所谓的中程导弹的这种防御系统，当时美国不卖，只有中国大陆给了他这个东风系统，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战略嚇阻能力的一个基础，沙烏地阿拉伯战略嚇阻能力，也就是你这个中程导弹地对地或者是中国大陆的东风3A，这个东风3A可以打2500到3000公里，这个导弹是今天沙烏地它的战略嚇阻的一个基本，而且中国大陆提供这个武器的时候我们的了解是，它还有提供这个所谓的技术援助，它是可以帮助你这个导弹系统能够提升。这个对中国大陆，这个对沙烏地阿拉伯很重要。那现在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大家猜测了，因为沙特已经有非常多的中国大陆武器你不要以为是没有东风3A 无人机有翼龙、有彩虹，还有双尾蝎。然后呢，它的这个火炮系统有中国大陆的这个155榴弹炮，也有大陆的这个所谓的远香火系统，它都有了。那中国大陆的问题跟中国大陆买武器，中国大陆有技术合作，所以现在推测沙特可能会跟中国大陆买2种武器，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歼10C，这次在这个跟这个巴基斯坦打得很漂亮这场，另外一个就是052D。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激光武器的方向1年多前沙特已经买了很多套去了。那他们就是说这个对付无人机的，所以沙特在安全上它是有极大的需求的。那这一次这个尤其我认为主要是卡达的刺激以后那么整个中东国家他们对军武的依赖的这个重心会移转，不会完全从美式武器里面移出来，可是呢，他们的选项可能是在中国大陆。我刚刚提到像沙特、沙烏地阿拉伯，或者说卡达，这个军武之间，因为对美国来讲，军火的销售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商机美国应该不会坐视不管，美国怎么办？我还是要先为美制的武器说一句话。那这次以色列战机能飞过去，就是飞到卡塔去而没有被发现，这个不一定是美制系统的问题，或许是人才的问题，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的疏失到底在哪里。因为说实在，卡塔尔相关军事单位是没有相关经验。从来没有敌军飞过来，所以你认为是？对，所以或许是人才的问题，不是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不能第一时间说是美制武器的问题，
或美制防御系统的问题。但是我还是相信之后这些国家还是就像大使刚刚说的，安全的伙伴，第一个伙伴最重要的伙伴还是美国的。而且说实在，沙特的最大的威胁根本不是来自以色列，是来自伊朗。所以如果他们真的买这么多武器，他们真的是怕一个地军打过来，那他们是怕的是什叶派的这个伊朗，尤其是在伊朗继续研发核武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不一定是针对以色列，或许是针对伊朗。但是比例上面，你觉得会有改变吗？比如说以前90%是依靠美国，但现在呢，会不会转而变成只有6、7成，甚至更低？不会那么低了。川普总统他今年访问沙特，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沙特答应购买花那么多钱买美国武器，还有跟美国进行很多投资案子，对不对？那当然沙特跟中国大陆的经贸合作，在过去20年一直上升了，扩大了。所以中国对沙特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济伙伴，但是安全方面，我认为他们还是会以美国为主。美国难道都不会担心沙特以后不买美国武器，或是买美国武器的比例降低吗？我不知道会用担心来形容。那当然，就是很明显，以后沙特会买更多中国的武器，但是会降低买美国的武器的金额。好，进一步我想请教 Russ 了，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到2国方案哈，现在包括如何处理加沙地区的局势啊，也有2个方案哈。这个包括是法国，他们提出一个战后重建方案，就是希望能够为战后的加萨寻求一线和平生机。他们的主张是呢。以联合国授权的维和部队来维护加萨地区的安全。那现在包括像是印尼的总统也在联合国大会上面这次宣布了，印尼要调派2万名以上的维和部队到加萨来支持这个维和行动。另外像是阿拉伯联盟还有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主席，也都明确表态，特别强调哈马斯将来不会去参与任何的政治治理。另外一个方案就是美国提出来。他们是计划在战后加萨设立一个加萨国际过渡管理局啊，然后呢，谁来带领呢？就是前英国首相 Tony Blair。OK，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首先，以色列根本不会答应印尼派2万军人当维和部队，这是维和部队，这不可能。甚至印尼，我也问印尼朋友，他们说我们都反对了。现在国内。政治那么乱七八糟，总统是要把 focus 放在以色列那边，所以印尼人也反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印尼总统一个小话而已，以色列根本不会接受。那美国提出来这个呢？那如果是欧洲国家，还有包含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约旦、阿联酋，派部队参加，那以色列应该是可以接受。那甚至 Tony Blair 担任这个过渡机构的执行长，以色列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那所以这是一个折中方案，是不是？我觉得这是以色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个是一个重点，不是法国总统说的就算，不是联合国说的就算，对不对？那为什么是以色列也要答应说的就算？那为什么是美国说的就算？你刚刚说这个是一个折中方案，就是以色列要同意才能执行，对不对？那如果以色列不同意，不管是任何形式的方案，那就没办法实行。那你刚刚说这个美国提出这个方案是以色列比较会同意，我觉得是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对。但是有几个基本的条件：第一，哈马斯100%要放弃武器离开；那第二。要派一个维和部队，要看是哪一个国家会提供人力来加入，这个是要看美国跟以色列会不会接受，是哪一些国家。那第三，资金来自哪里？Who's going to pay for it？ 川普可能不会，他不想付钱。川普就有点像乌克兰那边，川普说这是欧洲国家要负担。那对这件事情是川普会说中东国家要负担，要看以色列能不能接受。所以回到那个很关键的钱的问题，你觉得以色列会出这个钱吗？不会，美国不会出嘛？美国不会，以色列不会，美国是一定不会出。那只有中东国家能出。原则上是联合国出钱。对，
那就是说哪一些国家愿意去多付一点，包括维和部队跟钱的问题。对，维和部队是这样，一定要就是说你到那个国家要接受，这是 number one。第二个的话，钱基本上是联合国出，那联合国它这个是特殊预算的话，就是会员国捐，那就看哪一个。那 Russ 讲没错，美国可能不出的话，中东国家可能会出，可能如果沙特觉得是有帮助的话，可能沙特就会把钱都出了。对，所以我简单请教大使最后一个问题，这次不管是俄乌也好，现在提到的中东加沙地区的局势也好，其实最后都回到了联合国。但是只要到了最后的表决，就会发现其实好像是进到一个死胡同。所以有解方吗？没有解方，因为是这样子哈，联合国事实上大会它可以做决议，可是它没有执行力。对，那联合国事实上你看它宪章里面啊，它是人类最进步的一个国际组织，它有行动力的，它叫集体安全，就 collective security， 它可以出兵。也就是说，他可以出联合国兵，然后他也可以决定这场战争谁是站在正义，谁是站在非正义的。那问题是谁决定？是联合国安理会。那安理会这个机制，事实上权力非常大，因为它可以出联合国军队。那问题就变成，安理会它有一个决策机构，它15个会员国有5个是常任理事国哈，另外10个是大家选的啊，那个时候到就换人了。15个常任理事国就永远在当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他有否决权，所以只要一个国家否决，你连安理会什么都做不出来。对，所以现在是美国否决，所以安理会没有行动。这样听起来蛮可悲的哈。所以回到联合国，大概就能够先把什么事情做好呢？大概就是修好手扶梯或是提词机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